从前有只老海龟，走路颤颤巍巍，却极其爱面子。他只要看到小海龟，就会装作孔武有力的样子，大肆吹嘘自己的英雄故事。一天，老海龟正要爬上大石头讲故事，一不小心滑了下去。为了不跌面儿，老海龟拒绝了小海龟们的帮忙，而是选择拼尽全力一冲，结果翻了个四脚朝天。翻不了身的老海龟依旧强撑面子，表示不需要别人帮助，最后被过路的渔民抓走了。为了面子丢了性命，或许这就是世界上最不划算的买卖了。正所谓死要面子活受罪，生活中有太多像老海龟这样的人，为了在人前显面子，不惜牺牲掉更宝贵的里子，殊不知唯有夯实了里子，才会有更长久的面子。赶快进入今天这期节目，就来跟你说说面子这个话题。本期节目的文章来自读者，作者静书。东经122度，北纬31度。我在中国上海，你在哪里？嗨，子静，我是北北，我在安徽芜湖，祝你晚安。我是佩佩，我在湖南益阳，祝大家晚安。嗨，子静，我是小龙，我在江苏宿迁，祝大家晚安。嗨，你好，我是子静，这里是深夜治愈所，我和你的治愈星球。《红楼梦》中的贾府一门两宫，世君宁荣二府，到第3、4代时，百万家业便被好面子的子孙挥霍殆尽了。一个玄孙媳妇的葬礼竟然办出了皇家规格，不仅请钦天监择准停灵7期49日，还僭越地使用了懿中亲王万年不腐的强木棺。当时的宁国府靠着祖产维系生计，一年不过1万两银子的收入，却为了一场面子好看的葬礼掏空了家底。后来为了筹备元妃省亲，荣国府更是大兴土木，修建大观园。虽将元妃省亲的场面撑足了，但整个家族却自此由盛转衰，入不敷出。一书说，面子是一个人最难放下的，又是最没有用的东西。过分的要面子，不过是满足无谓的虚荣，它并不会让日子越过越好，反而会成为你前行的负担。纵使你家累千金，事事摆阔气，处处讲排场，几世积攒的荣华富贵也终会随风而散。要守住长久的富贵，就得放下无用的面子。富人爱面子是因为习惯了奢侈，而穷人爱面子却是因为要掩盖自卑。人越是自卑，就越喜欢用外在的东西弥补内心的缺失。就如莫泊桑项链中的玛蒂尔德，本是一个小科员的妻子，却整天幻想着过贵妇般体面的生活。她不顾自己的经济实力，借了一条满是钻石的华丽项链，只为在贵族晚会上赚足面子。可项链丢失后，却让她陷入了巨大的财务危机。为了赔偿项链，玛蒂尔德付出10年辛劳，而当她还完债的时候，早已沦为饱经沧桑的老妇人，面子更是荡然无存。没有里子去支撑，浮华的面子一击即溃。生活中像玛蒂尔德这样的人并不少见，有人月入不过2、3千，却拎着几万块钱的名牌包；有人只领着一份不算高的薪水，竟带着限量版的劳力士。他们看似光鲜亮丽，实则捉襟见肘，甚至不得不依赖信用卡度日。关键时刻连应急的钱都拿不出分毫。网友楠楠曾经分享过这样的一段经历。一次他接到邀请去参加同学的聚会，可自己却没有一件拿得出手的行头。
10年未见，为了不在同学面前掉价，他咬牙买下了一件1万多块钱的大衣，还自我安慰就奢侈这一次。这件价值不菲的行头的确让他大出风头，可聚会结束后，他立马懊悔起来，不应该为了撑面子把给婆婆看病的钱花掉，之后还和老公大吵了一架。这次足了面子瘪了腰包的教训，让楠楠深刻地意识到，人到中年为面子而活，很容易毁掉一个原本美满的家庭。真正的精致不该是浮华的外表，而是心灵深处的自信和坚定。为了一时虚荣，人前潇洒人后狼狈，只会把自己推入更大的生活困境。我们应该清楚，比起浮华的面子，夯实的里子才更重要。网友小兵讲过这样一个故事，在深圳有一对打工的小夫妻，他们经营这一家小店，一个月赚1-2万块钱，却和朋友吹牛说可以月入4-5万。一次朋友开玩笑说，1年赚50-60万，不在深圳买套房怎么也说不过去啊。夫妻2个人觉得面子上过不去，竟然硬着头皮凑了90万的首付，贷款230万元，买了一套70多平米的小2居。如此一来，他们每个月的房贷超过了13000块，除去生活开销，基本所剩无几。就这样，提上日程的怀孕计划被迫搁置，过年过节也不敢回家，起得更早，睡得更晚，只能没日没夜地疯狂工作来还贷款。这些所谓的面子，像大山一样压得人喘不过气，反而让人看不清幸福的模样。其实最实在的面子不是靠房子车子来支撑，而是精神富足，灵魂丰盈。我听过这样一句话，总担心没面子是因为没里子。一个认真经营里子的人，总是能够把全部的身心都投入到热爱的事情上，激发自己的才华，丰富自身的学识，开阔自己的眼界。这些别人拿不走的底牌，才是你行走世界的底气，才能助你赢得最动人的鲜花和掌声。我很认同这样一句话，面子再重要，也比不上日子；面子再好看，也比不上内心的自在舒坦。生活中，人们之所以总喜欢争面子比排场，其实就是觉得真实的自己不够强大，得靠外在来弥补。殊不知，没有里子的支撑，面子就像断了根的树冠，终会走向枯萎。与其向外追逐一瞬即逝的虚华，不如回归本心。当你真正强大了，面子也会随之而来。